小城斯大瑞奥斯卡。在当时的前苏联时期，这样的一个6口之家，特别是还要养着特别能吃的菲多3兄弟，无疑让本不富裕的家庭环境雪上加霜。小时候，菲多3兄弟也没有其他娱乐项目，于是就把游手好闲、控制不住的荷尔蒙都宣泄在了摔打上。跟战斗民族其他小孩一样，菲多就带着2个弟弟开始了学习柔道和俄罗斯传统格斗术桑博。因为窘迫，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给小菲多购买训练服，于是当时的启蒙教练就给他找来了一件别人穿旧的训练服。儿时的小菲多像所有的心怀情结的男孩一样，把俄罗斯举重奥运冠军尤里瓦拉索夫作为了自己的偶像。不仅因为尤里被人称作是地球上最强的男人，还因为他和自己一样是从乌克兰迁徙过来的移民。19岁那年，菲多加入了军营，成为了一名消防员。退伍之后，菲多又开始在柔术和桑博赛事中崭露头角。可惜当时的政府对于柔道赛事提供的资助实在微薄，柔道冠军经常连自己都吃不饱，菲多不得不放弃柔道生涯，进军奥运的梦想也由此破灭。菲多的职业生涯始于日本格斗联盟一个叫 RINGS 的赛事。2000年5月21日，日本著名综合格斗赛事 RINGS 在俄罗斯举办了一场俄罗斯对阵保加利亚的团体对抗赛。菲多仅用了2分24秒就以断头台制服对手，干净利落地完成了首秀。但这个总人口加起来还不到22万的小城市实在是太小，最强的选手、最好的战斗都在外面的世界。于是菲多和教练决定将目光瞄向了远方。同年的9月5日，菲多跟教练带着2场胜利杀进了当时的世界格斗中心日本东京。首场比赛仅花了12秒就 KO 了日本选手高田裕也。3歩系の選手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ね、打撃が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あっという間、これ12秒です。ロシアでこんだけ打撃うまい選手初めて見ましたね。あ、そうですか。これ打撃の経歴は書いてないですよ。就在菲多感觉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3个月后的 RINGS 王中王比赛中，菲多在跟当时的日本对手小坂刚对轰中，开场才17秒，菲多就因为被击中眼睛血流不止。尽管菲多和教练一再強調并无大碍，但场上的医护监督还是以安全考虑为由，提前终止了这场比赛。かすったら切れやすいですね。あるいはその勢いで頭がこれはストップか。ストップですね。あーっと。相当于这场莫名其妙的败绩，菲多来到日本的第2年，在RINGS 10周年总决赛中，菲多的对手保比霍夫曼由于肩伤发作拒绝了比赛，因此菲多又是一拳未出的拿到了自己的第1个冠军头衔。此后，日本另外一个重量级综合格斗赛事 Pride 向这位冠军选手抛来了橄榄枝。至此，菲多在日本格斗赛场上开启了长达10年的沙皇时代。而那句中国拳迷最喜欢调侃的“寡妇门前是菲多”，就是对这段时期最好的描述。Pride 首秀，菲多就遇到了此后的4届 K1 GP 冠军巨神兵萨米希尔特。尽管当时的菲多还是新来的菜鸟，但爆发力和柔韧性兼具的菲多，最后以绝对的优势判定赢得了 Pride 开门红。这场比赛也让当时的日本观众对菲多有了不一样的认识。Pride 25期，菲多挑战当时的 Pride 重量级王者大牛头人安东尼奥·罗德里格·诺盖拉。结果菲多只用了3场比赛，就将成功守卫了6次冠军头衔的大牛头人赶下了台，成为了 Pride 第2任重量级王者。
此后 Pride 群雄开始一次次向菲多的重量级腰带发起了冲击。1年后，菲多遭遇了怪力男凯文·兰德尔曼，这场比赛也让大家真正认识到菲多的可怕之处。菲多对阵怪力男的比赛刚开始才46秒时，突然被怪力男抱起来逆天一摔，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菲多的颈部着地，必定身负重伤。但菲多竟然跟没事人一样，很快调整了状态，最终木村锁制服了怪力男，获得了比赛胜利。2005年8月28日，菲多迎来了此生最强的对手，号称右腿进医院，左腿进坟墓的战警米尔克。这场真正的世纪大战，菲多是丝毫没有逊色。战警要拼重拳，菲多就拼重拳；战警要拼腿法，菲多就给你怼回去。最终，菲多是以点数击败了战警。可以说，此战之后，菲多在 Pride 重量级的统治地位已经无可撼动。Concentrating to neutralize that arm all the time. And look at this. Look at him busy bicycle Seconds. And Krokop is on the ground. Yep. Fedor did a great job. It looked like here a triangle attempt, but it's Fedor. He remains the most dominant champion in mixed martial arts and undefeated at that, improving to 11-0. 不过，在遇到那个曾经以变态级的抗击打能力与一拳超人走遍全世界的超级萨摩人马胖时，菲多并没有选择以他标志性的俄式大摆锤跟对手进行硬碰硬的死磕，而是以桑博中的摔法来克制，以地面擒技的木村关节技降服了对手。 거리지 않은 상황에서 안쪽으로 숙이면서 일단 몸으로 최종으로 눌러줍니다. 마커트. 자, 아직까지 괜찮은데요? 발이 넘어가면 안 되는데요. 로스로 돌면서 안마 이어나갑니다. 효도를. 자, 그립도 지금 완전해 보이진 않고요. 마커트. 펴지는 것은 펴질 가능성이 상당히 높거든요. 자, 한 번의 안마 시도를 끝까지 놓지 않고 있는 효도. 공간이 생기면서 팔이 이 등 밑쪽으로 들어가야 되거든요. 아, 들렸나요? 자, 기브라 들어갑니다. 자, 대박 경기 여기서 끝납니다. 자, 역시 10라운드에서의 기브라로 경기를 마무리 짓고 마는 에밀리안. 아, 마커드 정말 좋은 경기 보여줬는데 에밀리안의 서브미션 한 방에 오늘도 무너지고 말았습니다. 자, 반달레이 실바와 크루캅에게는 통했습니다만 효돌에게는 통하지 않습니다. 마커드.